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4月2日，星期六，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美加边境过境车辆长龙再现。自从加拿大边境开始放弃对 COVID 测试的第一天，华盛顿州边境城镇充斥着他们在过去2年中从未见过的景象，那就是带有 BC 省车牌的车辆。在布莱恩的雪佛龙加油站，加拿大人激增，那里的天然气售价为每加仑 4.70 美元，约为每升 1.55 加元，比加拿大便宜30至40美分。自2021年初以来，加拿大一直要求任何进入该国的人接种疫苗，并通过 PCR 检查显示 COVID 检测结果为阴性。直到今年2月28日起，入境旅行者可以提供 PCR 或快速抗原检测。截至周五，完全接种疫苗的抵达者不需要任何检测。该公告是在2周前发布的，但周五恰逢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 Tam 博士发出警告。他说 ，COVID 仍在广泛传播，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病毒进一步爆发。他说，截至周四，全国每日平均病例数增加了 28%， 这表明病毒有卷土重来的迹象。他建议加拿大人继续戴口罩，并确保疫苗接种的有效期，因为病例有上升的风险，并且随着公共卫生措施减少，面对面活动的增加， BA.2 变体的存在和免疫力的下降可能是增加传播的原因之一。尽管有这个警告，但周五在 BC 的3个过境点进入加拿大的队伍很长。在太平洋高速公路过境点显示有1个多小时的等待，在和平门过境点等待约56分钟，在 Aldergrove 等待约25分钟。虽然温哥华机场过去几周的乘客人数已升至每天4万人次，而大约1年前每天只有6000人次。中国同意赴华尔街上市中企接受美国审计。中国周六同意缓解与美国的争端，允许在华尔街上市的中国公司按照美国规则进行会计审计。总的来说，约有248家中国公司因此受到影响，他们的市值约为 2.1万亿美元。有消息说，一些假账的丑闻影响了中国企业在美上市的声誉。3月，5家中国公司被美国证券监管机构 SEC 勒令遵守会计要求，否则将面临从华尔街除名。目前，约有248家中国公司受到影响，其市值约为 2.1万亿美元。如果不遵守，可能将会导致从2024年起被除名。美国国会于2020年12月通过的一项法律，即《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必须由独立的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批准的公司对其账目进行审计。上周六，中国提议取消目前要求海外中国公司由纯粹的中国审计机构进行审计的规定。据北京表示，中国的金融市场监管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CSRC 将在合作机制下为跨境审计提供协助。中国当局周四曾表示，中国和美国的监管机构已经开始讨论审计监督问题，双方愿意解决分歧和问题。美国运输安全委员会小组参与东航坠机调查。路透社、中国民航报周六报道，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派出由授权代表及技术顾问一行7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周六抵达中国，参与由中国民航组织的321东航 MU5735 航空器飞行事故调查。报道引述中国民用航空局的消息称，根据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的相关要求，美国作为国际民航组织 ICAO 成员国和波音737-800飞机的设计制造国，可以来华参与事故调查，其主要职责是从飞机设计制造的角度为中方调查分析事故原因提供技术支持。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周四召开会议，指出要尽快查明321东航 MU5735 航空器飞行事故原因和性质，并在全国全面开展安全生产专项大检查，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最大限度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东方航空载有132人的波音737客机3月21日在广西坠毁，为自2010年以来中国首次空难，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已找到的2个黑匣子相关译码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国同意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来华参加东航波音客机坠机调查。之前，民航局航空安全监察专员、航空安全办公室主任朱涛表示，非常理解广大公众对于黑匣子译码的高度关注，以及迫切希望通过数据找到事故原因的心情。目前，失事航班的2部黑匣子均已找到，相关译码工作正在进行中。朱涛表示，但是仅依靠黑匣子提供的数据，往往不足以还原事件全部真相。在推进译码工作的同时，还在尽最大努力收集尽可能多的飞机残骸和与事故相关的视频、目击信息，对已经找到的残骸进行分类、整理、分析，对视频拍摄者与目击者进行访谈，对视频拍摄设备、时间、地点、拍摄角度进行分析。通过这些努力，一旦调查取得重大进展，将及时公之于众。半岛电视台，乌克兰的外国武装人员使形势更复杂。形形色色的外国武装人员以及雇佣军不断涌入乌克兰，包括欧洲人、非洲人、美国人、白人至上主义者、极端伊斯兰主义者或者冒险主义者。他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加入这个或者那个阵营，从而使事情复杂化，而不是让局势变得简单。因来源而异，对这些人员的数量的估计，目前并没有可靠的来源去证实。有些人估计他们共有数千人，而另一些人则估计这些人员的数量达数万人。但是，英国情报研究所的分析师詹姆斯·兰德斯指出，这2个阵营却不时会公布他们的存在，因为外国武装人员是重要的宣传工具。在今年3月初，乌克兰外交部发布的报告称，大约有2万名外国武装人员，其中大部分来自欧洲国家，自愿加入该国部队的行列。他们之中包括一些患有心理问题的人，例如吸毒者、被定罪的人或拥护与他们所卷入的冲突无关信仰的极端暴力分子。通常很难将他们分配给需要遵守纪律和统一战术指挥部队的单位。从长远来看，这些武装人员可能有助于在当地执行精准行动，但是他们长期存在的风险也很大。首先是在战场上，然后就是当他们回国后。这些人员参与其他暴力行动的可能性也令人担忧。如果战争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那么形势将会发生变化，而这可能会产生许多极端主义事件。在这些人员回国之后，其中许多人将获得战斗经验，并且从他们编织的国际网络中受益，并且可能利用这些为其新的目标服务，从而让那些想要制造更多伤害的人更便于行事。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